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雅洁，欢迎收听，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这一集我们要来跟大家聊 TWQR 的上路，再加上很多新的竞争者，所以电子支付这件事的淘汰赛要开打了。那想要知道的听众和观众朋友，记得要听到最后。今天的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林苑青，苑青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苑青。关于这个电子支付，在经过了疫情之后，大家应该都很有感觉。像我现在出门有的时候真的就只带手机，真的就不用带钱包出门。财讯周年庆开跑咯，从5月9号到8月31号，只要订购周年庆活动1年期以上的读者，就可以抽限量版的一卡通哦。现在订购享有全年最优惠的价格，快来跟我们一起追踪产经趋势，掌握投资脉动吧。苑青有帮我们稍微统计了一下，就是说这几年非现金支付这件事情整个生态的变化。是，这一次呢，我们特别就去找了央行金管会的一些资料。那我们知道说，现在在非现金支付当中呢，就包括像电支啊，然后信用卡，还有现金卡、储值卡这些电子支付，它的这个年增率是最高的。因为在2022年的这个消费的金额呢是1114亿，但是到2023年的时候呢，已经大幅成长了，就是到1635亿，所以它的年增率是在所有的这个非现金支付当中是最高的，有一个超过40%的成长率，是对了。雅洁副总就有提到说，平常消费的时候都已经越来越习惯用非现金支付的方式。就是我这一次去日本就有体验一下，我发现真的是第一次不用特别的去换日币，换现钞，对，但也可以在日本就是几乎是畅行无阻。但中间还是会有一些手续费或什么的吧？就是这个是电资的好处，就是说应该算是法规的规定，所以它其实在海外的这个部分的话，它是不用收1.5% 的这个手续费，所以其实是对消费者而言省钱，然后又非常的便利。所以其实对店家还有对消费者来讲都是好事，因为比如说假如我是刷卡的话，那店家信用卡那边要收一次手续费，然后消费者到时候换算台币的汇率的时候也是会再扣一个手续费。对，电子支付现在看起来好像大行其道。对对对，好，但是我们现在要讲到的就是说，听说今年台湾的电支市场呢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这个变化可能已经开始了，因为已经有几个原因加入了。那苑青在我们这一次第711期的财讯双周刊里面已经帮我们做了一些战情分析。是因为这一次呢，我们就有跟全台湾大概前5大的这个电子业者就是在聊，就发现就是大家都很关心，就是 TWQR 要上路这件事情对整个电支产业的一些影响。TWQR 我如果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说过去其实电支的厂商他们会花很多的 effort 跟金钱去迁入一些合作的商家，变成他们的这个生态圈嘛。那这个是他们跟其他竞争对手造成差异化，然后去形成他们的一个竞争壁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但是现在 TWQR 上路之后，它等于是说要让所有的电支业者可以共享这个生态圈。我记得之前店家手摇饮啊或餐饮店啊，它真的前面就是好几个牌子，不同的支付方式就是不同的 QR code 让你去扫，所以现在没有了。他们现在只要是有采用 TWQR 的话，那个店家他就只摆一个牌子就够了。对，他就不用，就算是比较小的店家，他没有 POS 机也 OK， 你那个门口有放了那个 TWQR， 然后消费者去扫，他其实就可以去做使用，然后就可以再选接口或者是 Line Pay 什么都可以。对对，所以这是一个蛮巨大的改变，就是说一下子大家所有的起跑线又一样了，对，又一样了，大家通通都回到原点，对，大家通通又回到原点的意思。可是我觉得这个政策是对店家和对消费者来讲都更便利的嘛，对不对？所以趋势这么做也没错，转到电子支付本来就是要让大家更方便。对对，好，那除了政策的改变之外，还有就是说现在有很多行动支付的业者嘛，比如说像 Line Pay 这些公司等等的，但因为他们随着这个时间增长，他们的营业额也越来越大。那法令其实有规定说，如果你的营业额就是超过20亿以上的话，你就必须要升级成这个电支的业者，管辖的机构可能就从数发部转成这个金管会。那你知道金管会的话，他们对这个金融机构法遵的要求很高，非常的严格，对，所以就是变成说，等到他们升级正式成为电支业
业者之后呢，会让既有的这个电支的这个市场的竞争者又变得更多。但是有一个更大的重点，就是说 Line Pay 就是即将也要变成新的后进者在电支的市场这件事情。大家知道 Line Pay 它在台湾的这个普及跟这个 popular 程度，人人都在使用。对，所以其实 even 连这次街口支付的总经理，就是街口现在是第一大嘛，对他现在是第一大，但他们的总经理其实也非常的高度关注这件事情。他有特别提到说，最近这几年 Line Pay 正式成为就是电支的这个后进者之后，可能他们就会变成一个巨兽，然后有可能是改变现在目前的排名，甚至是有可能会龙头的宝座可能就会易主了，换人做。对，所以其实大家现在也都是小心翼翼，然后高度的关注，做一些因应的战略，就是去防堵或巩固现在目前既有的这个市场排名。刚才苑青也提到，就是开始提出一些对策，怎么样去应对这个战况的改变嘛。我们这次苑青特别去关注的一家就是全支付，我们之前都有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它的成长非常的快速，而且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因为它原本的全联的通路优势，它的生态还有它的发展的情况好像跟人家都不太一样。其实为什么会特别关注全支付这家公司，是因为最近这1-2年在这个电支市场排名跟它的成长规模速度是最快的一家公司。全支付它是2020年成立的，但是他们是2021年的时候才拿到电支的执照，然后在2022年的9月才开始开通他们的全支付的这个电支的服务。在2023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变成台湾第3大的这个电支的业者。我们刚才讲到第一大就是街口支付嘛，那第2大是一卡通，对，所以它是第3大。对，那它在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它已经变成了第3大。但是全联的总经理蔡笃昌他有特别提到说，他非常肯定8月的时候全支付的会员数一定会破500万的大关。那这个意义就是说，他除了会站稳他现在目前排名第3的这个地位之外，他跟第1名跟第2名的差距又在缩小，对，持续的缩小当中了。而且呢，其实大家也知道说，6月份的时候呢，全联的 PXPay 才刚突破1000万的会员数，全支付的会员已经突破500万。但是如果以 PXPay 他们有超过1000万的会员来讲，未来还有500多万的有可能会成为潜在的这个全支付的会员。对，好，但是我们刚才也有讲到，全支付它虽然冲得很快，但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实就是，其实这些电子支付都在亏钱，都是亏损经营的。然后我们为了这个也有特别访过全联的董事长林敏雄先生嘛。其实很多的业者，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第一大或第二大，其实他们在电子支付这块呢，都还是在持续的烧钱。那为什么他们还一定要做这件事呢？那时候我们去采访全联的董事长就是林敏雄，那他就有说，其实做电支是不会赚钱的。那我们也很好奇说，那不会赚钱的话，你就是为什么愿意投资这么多的资源下去？但是他就说，电支是不会赚钱，但他觉得如果以全联的这个在全台湾，今年应该会超过1200家。对，那这个还不包括大润发的这个门市的数量，那就等于是接触消费者的最后一里路。那如果说他们没有下来做支付，那就等于说未来可能去全联消费人，他们是拿别家的支付，可能别家支付他会跟其他的零售通路厂会有一些合作，那慢慢的这样子的，所以就变成就是在全联的消费记录跟数据就会变成别人家拿去用了，而且他们可能会变成别人家的会员，就是会那个粘着度很容易被拉走呀，所以他们就觉得就是他们也要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大家也知道说，那他们已经有 PXPay 了，为什么还要做全支付这件事情？对啊，我那时候也觉得零售通路好像大到一个规模之后，大家都想要来做电支这件事情，成为电支的业者之后，你不只可以经营你自己的生态圈，就是你还可以让生态圈扩大，就是可以让你的会员走出去，不只可以在全联消费，他们甚至可以在很多的地方都消费，甚至现在还可以做到跨境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他们是觉得一定要做，虽然会亏钱，但是只要让它打平就好了。他们真正的获利是要靠了解这个会员的样貌之后，因为会员消费他会有一些喜好的记录啊，还有就是说他在什么地方消费，然后消费的金额多少，甚至你会去就是自己的电子账户里面去储存一部分的金额，就是来做消费使用。透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去了解说，那这个消费者他的消费喜好还有他的财力的状况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轮廓，未来在推一些其他服务的时候可以更投其所好这样子。我觉得你提醒了我一件事情，为什么全支付会是这几大支付业者里面最受到重视的？街口支付它是第一大，但是它就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实体通路，靠自己一步一脚印去跟人家牵出来。第二大是一卡通，是
是以交通卡、储值卡起家的，然后所以它的消费情境其实也很受限。那只有全联的全支付，它最终是可以把这些会员给转到实体通路去消费，那个钱都不需要再经过别人的口袋，就可以直接进到自己家，所以他们在这一点上的获利可能是最直接的。可是现在讲到这个部分的话，再怎么说后面还是有很多其他的新进业者就要进来了。这一次院庆也有盘点出来，至少还有7家的行动支付业者就要升级打怪，对，好，开始进入电支的这一个市场了。比较明显看到的就是全支付的一些动作、一些策略嘛。那到底其他的业者他们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样的策略，或者说这些策略的背后他们其实是表示了一个什么样的生态的改变？电子市场非常值得注意的2个动向，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一直在谈的 TWQR，另外一个就是说 Line Pay 也要即将变成一个电子的巨兽进来。过去花了很多的时间跟资源建立那个生态圈这个部分，那他们现在觉得说没有那么实质上的意义了，因为 TWQR 之后就大家要共享这个生态圈，他们现在已经会把更多的资源拿去开发其他的消费应用的场景，类似像好像我们用的这个电支的 App 上面已经可以开始做一些金融的服务，比如说像可以买基金，对，或者是说你可以在上面变成你的数位的账户，对，比如说像街口支付他们就有接力存，这样他们就跟银行去合作，然后你可以在这个钱存在这里的利息是比较好的，是这样吗？对，甚至你可以用这个账户然后去储值做消费的动作，然后它可以给你不错的回馈，然后让你觉得说是非常有 benefit 的一件事情。对，那还有就是说第二点，越来越多的电子业者他们就卯足全力来做跨境支付这件事。他们后来发现说街口开始去做就是日本跨境这件事情之后，发现它的这个收入啊看起来就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增长的态势。那连街口的总经理自己也说，就是他们在经营跨境也短短的时间，现在已经占他们已经有1%的这个营业额了，然后他们也非常看好说接下来就对他们来讲的营收贡献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收入的来源，所以他们也很积极的在推这个部分。那像全支付他们在这个部分的速度也相当的快，就其实是在街口跟玉山之后呢，他们最快应该在年底之前他们就可以开通韩国跨境的这个服务，所以其实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even 你 Line Pay 都还没进来，但是他7月的时候他已经开通了就是韩国的跨境支付服务。所以现在就是说他们已经把台湾以外的战场都已经开始先去打通了，插旗。对。那还有第3个，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电支的业者一直都是在补贴，这也是他们亏损的最大的原因，不但补贴店家，也补贴消费者。未来难道不补贴了吗？不补贴的话，他们要怎么样吸引消费者继续使用，吸引店家愿意采用他们的支付系统？我觉得以前是靠补贴的这个部分，但是未来会寻求更多的这个差异化的服务。像我们这次采访那个全银支付总经理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说，你说全银支付，对，是全家的，对。那他就有提到说 TWQR 就是未来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点之后，你要怎么样去做到差异化。所以像现在有很多的电子业者，如果以这个全支付来讲好了，他今年7月的时候他也刚开通了一个服务，就是他可以在全台湾18个县市绑定12家银行的信用卡，你可以去做停车的这个支付的这个服务。那还有就是街口它除了就是实体通路的这个跨境之外，它也可以做就是线上的跨境的支付，比如说它可能跟 Amazon 啊，或者是跟 Netflix 就是去谈，然后就说未来在线上的这个支付也可以去使用街口，就是跨境电商。对，没错，还有换汇啊等等这些服务可是做跨境的，所以其实大家开始会把更多的力气花在我怎么样去做到跟另外其他的电子业者不一样的服务，就是只有我有。对，大家想到这个服务的时候就会想到说我应该要先去使用哪一家。对，没错对，总之就是要找出那个让消费者觉得非你不可的那个点。对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复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200集狂蹭台积电南部房市火热升温的留言。第一位财团好朋友是张孝慈，他说会盖大楼不是师傅，会盖可供坦克行驶的下水道才是师傅。台湾的所有大都会都没有像样的下水道。购物之前呢，不要忘记上周水淹大都会，围城不入，水淹不居，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大楼林立的区域不要住。那南部没有被炒作的农地，1分293坪，售价200万元，何必要去买一个建坪50-70万的房屋呢？
好，这个感觉是一位师傅的留言。的确啦，就是基础设施是很重要的，但是的确就是说过，买房这种事情就像投资，这真的都是个人选择。如果你觉得有需求，就是还是得买房。那因为毕竟买地来自己建屋这种，对于很多人来讲门槛还是稍高一点，而不是只是单用价格来考量吧。对，好，财团就 SS 留言，他提到说淹水淹成这样还去买，对，因为这次台风真的太严重了，对啊，真的，对，我觉得中南部，对，因为那个雨量实在太惊人了，我相信所有城市都会开始检讨自己的基础设施、排水系统啦等等的，因为现在极端气候这么严重，像这种什么百年好雨的这种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多，对，但是该买还是得买吧，不然没地方住怎么办呢？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谢谢苑青的分享。如果您还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同时现在也是财讯周年庆的活动期间，欢迎大家踊跃的订购。听了才知道，我们下周见，拜拜。